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因需求不足和穿越俄罗斯领空的成本高昂，航空公司难以与当地航空公司竞争。接下来这条，梅西百货宣布拒绝邀约，专注于转型计划，包括关闭亏损门店、优化现有门店，以及投资数字销售。其第二季度收益预计下降，反映出消费者对高成本的担忧和对促销活动的追求。下一条，美联储理事鲍曼表示，由于持续面临通胀上行风险，他仍对美联储政策转变持谨慎态度，警告对任何单一数据点的过度反应都可能损害已取得的进展。接下来，比特币永续期货市场负资金利率表明看空压注增加，存在压控风险，可能引发比特币价格大幅上涨。接下来，德克萨斯州联邦法官禁止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项规则生效。该规则禁止员工签署通常会禁止他们加入雇主竞争对手或开展竞争性业务的协议。接下来这条，安德鲁·桑德斯从好莱坞到 Web3 的旅程。桑德斯认为，好莱坞将推动 Web3 的主流采用，但名人参与也存在风险。他对游戏和 AI 等 Web3 领域持乐观态度，并为投资者提供了平衡风险和回报的建议。下一条，美国商界巨头重申企业职责在于服务所有利益相关者，这是5年前引发商界重大哲学转变的再次确认。下一条，新兴市场股市受中国经济困境和美联储杰克逊霍尔峰会等风险影响，大幅下跌，技术股领跌。JD.com 因沃尔玛抛售其股份而暴跌，导致中国股市下跌。资金持续流出中国股票 ETF， 表明投资者正在减少对中国的敞口。接下来，通货膨胀导致牛奶、肉类和面包大幅降价，消费者在超市采购时会明显意识到。Target、TGT 作为一家折扣零售商，尤其明显。该公司本周三大幅降低了华尔街的利润预测，原因是门店客流量有所恢复，客流量增加了 3%。Target 的6个部门均为这一增长做出了贡献。Target 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康奈尔表示，该零售商本季度的业绩反弹反映了今年夏季对5000种日常必需品进行的稳定降价。在过去几个季度里， Target 在这些物品上的市场份额不断流失给竞争对手沃尔玛 WMT。 康奈尔在与记者的通话中告诉雅虎财经，我们对消费者对5000种降价商品的反应感到非常满意，这无疑促进了本季度的客流量增长。我们预计这种情况将在今年剩余时间里持续下去。康奈尔拒绝透露是否会有更多降价措施。随着返校季和假日季的到来， Target 对其全年销售业绩持谨慎态度，但由于第二季度的销售额超预期，客流趋势有所改善， Target 上调了其全年利润预测。下一条，美股期货周三停滞不前，此前市场强劲反弹遭遇阻力，投资者等待美联储会议纪要和可能影响降息压注的就业数据修正。接下来，美股因等待美联储会议纪要和可能影响降息预期的就业数据，预计周三小幅上涨。让我们关注梅西百货 M 净销售额连续1个季度下降，此前1个月拒绝了69亿美元的收购邀约，当季净销售额同比下降 3.8% 至49亿美元，低于预估的 50.6 亿美元。同店销售额下降 4%， 逊于预期的下降 0.27%。 受此影响，梅西百货股价在盘前交易中暴跌 7% 以上，调整后的收益较华尔街预期高出 0.24 美元，达到 0.53 美元。首席执行官托尼·斯普林在财报中将季度业绩称为强劲，并且面对具有挑战性的消费环境。让我们关注8月初股市大幅反弹，其中7巨头股票贡献了 1.6 万亿美元的市值增长。尽管人工智能相关交易引领反弹，但此次风险反弹参与广泛，包括常被忽视的角落，如民营股。自8月5日低点以来，4只民营股注册了波动触发，表明民营股不再是2022年熊市的可靠反向信号。最后这条是 Target 已控制住库存缩减问题，包括零售盗窃。Target 与当地官员合作，扩大商品锁柜，但此项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希望在未来几个季度继续取得进展。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